最近啊，拉姆家又买了几头牦牛，我天天挤牛奶了，好辛苦。这边牧民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非但不卖这些牦牛，还买几头，花了7、8万。我现在又要去我们牛圈里挤牛奶去了。先洗个手，我们先洗个手，挤牛奶都要把手洗干净。我们现在去挤牛奶，然后里面有好多小区。这是我奶奶，进去。快进来，不然小牛就出去了。这些都是小牛，然后今天早上早早的，就是太阳没升起来，我们家其他牦牛都已经赶上去了。现在还剩了一头牦牛，我们就需要挤它的奶。看挤牦牛的时候，先要让小牛喝一点，然后我们才能挤，不然是不能挤的。先要让小牦牛喝一点，这是它们两个颜色一样嘛，说明它们两个是母女，所以就是它先要喝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才能挤。看，现在小牛已经喝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挤牛奶。以前的话都是用手挤啊，但是我在电视里看到过机器挤的，我觉得好方便。有那种机器挤的，确实挺羡慕的，而且出奶速度又快。看像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用手挤，而且没点技术你就干不了这个。你看，我们挤到这里还是这个，所以妈妈他们速度相对会快一点。你看牛奶，所以一定要把手洗干净。因为毕竟是人喝的。现在挤完牛奶去放牛了，准备带点牛奶去上山放牧。现在小牛又需要喝一点，牦牛就要赶到山上去了。这是我们家小牦牛，这边像是小牛比较多的了。我们家的话，因为牦牛是要赶到那边去，小牛要赶到这边去，就怕它们又乱喝，早上喝了又喝，可能吃撑了，喝撑了之类的。现在小牦牛已经赶出来了啊！你看它们在这边喝水，是吧？然后奶奶在这边，就这样吧。可能待会儿就要去山顶上去了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守着就可以了。找个好的地方歇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天都要待在这边，守着这些牛。还有人问我，散养这么多牦牛，万一丢了，损失是不是很大？其实就是还好吧，就牦牛丢了的话，可能1到2万就损失很大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家里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会雇一个放牛的，而且1个月给他1万块钱，就是拉姆可能要去上学啊之类的时候，会雇一个放牛的。你愿意来这边放牛吗？天天在这边晒太阳，喝咖啡。现在他们已经走了。待会儿可能要去山顶上了，晚上我们赶回来就可以了。我在这边守着，怕被野兽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就是我青海的爷爷啊。然后像我们以前的话，这边是没有1棵树的，这后面的这1棵树就是我爷爷种植的。看一下，长得非常的大，几乎就在我们整个巴青县的话，我敢说啊，这个树的话是数1数2的，非常的大。然后这院子里面也是有很多的。看一下，里面全部都是。有时候我们会在这里面种一些白菜呀什么的。看一下，长得非常的大。大家应该听说过，那曲是一个唯一没有树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我爷爷就在这边种植了这么多，
所以我爷爷是非常厉害的，他是从青海过来的，然后一直待在这边。爷爷的鼻子特别长，我爸爸就是遗传他的。看一下，这边全部都是爷爷种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院子里有个鸟窝，然后里面有4只吧，有小小的鸟。我们偷偷去看一下，鸟妈妈如果发现被人给碰过的话，它就会遗弃，所以我们就单纯的看看啊。然后这个是院子里啊，然后鸟窝在哪里呢？大家应该很好奇吧？不会是那里吧？那个是牛粪屋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储存东西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能看到吗？嘴巴会张开，你看，哇，好乖呀！它应该觉得它妈妈回来了。然后鸟妈妈的话，就是带一些吃的回来，轻轻的在这跑，你看，哇，好乖呀！里面有2个、3个哦。嘴巴好大，就在这里。然后我跟妈妈的话，平时就看一看，不让碰。家里的小孩也不能让他们知道，万一触碰到了就不好了。哇，你看这么多，1、2、3，就是这样。他们就在这后面。我们一般不去这边看，万一鸟妈妈发现就是被我们人类碰过呀之类的话，会被遗弃的。所以家里有小孩，我们家一般不让弟弟妹妹发现，他们就不知道嘛，然后就碰了就不好，小鸟就可怜了。哎，所以不得不说，天底下无论是人类还是什么东西，所以觉得母亲真的是非常伟大的。鸟妈妈它会带着一些毛毛虫呀，然后进到嘴里，然后就慢慢的喂它们，这个样子。就相当于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，给我们喂奶，然后就长大了。刚刚准备做饭，发现牛粪没有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这边牧区生活的话，没有牛粪就啥也干不成了，几乎就是连做饭都难。然后现在我去我们家的牛粪屋里拿点牛粪。应该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你们那边就是不用柴火来就是烧火做饭？主要就是我们这边海拔高，一般就是5000左右海拔。然后你想想，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植被生长了，然后所以必须要去山上捡牛粪，然后把它晾干，然后晾干以后就是把它扛回家，然后我们就生火做饭用，是这样的。这些都是拉姆从山上捡回来的，然后倒进里面。很多人说牛粪是牛的屎，应该很臭吧？其实牛粪是不臭的，我给你闻闻看。尤其是它晾干以后是不臭的。刚刚开始吸的时候是有点青草味，但是不臭，因为牛只吃草嘛。你们想想，我们人的话就啥都吃，然后就很臭。就牛的话就只吃草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晾干，然后生火用。